因为公开质疑政府收集用户手机资料的一个政治工作者，问责政府却遭到警方传召录口供。在踏进这个布克曼的那一刻啊，我其实是很紧张，脑袋其实也是蛮空白的啦。但是我也跟我自己说，既然我是在讲真话，那我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怕。对于个人隐私还有个人安全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更夸张的是，一个涉及全国人民这么庞大的计划，你竟然可以偷偷去进行。因为您这一次被援引的是刑事法典505B 跟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呢。我不是第一个被用233条文对付的这个人哦。在我去录口供同一天早上9点，这个穆达不去汪社的这个州议员 YB Amira， 他也因为出席这个集会啊，他被援引刑事法典504，还有就是233来对付。这个是跨越所有东西，跨越族群，跨越政治立场，跨越宗教的一个国家议题。今天涉及的是公众利益，而今天我所捍卫的是我们公众的知情权，还有我们的隐私权。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来深刻的探讨一个问题哦，那就是问责政府却遭到警方传召录口供。其实我们大马的言论自由的空间是不是进一步的受到了打压呢？那么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可以认同说，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呢，人民应该有提出质问的一个权利哦。那么当人民提出质疑的时候，其实政府就应该要来回应人民的质疑哦。但是当一段短短的 TikTok 的影片却让一名青年的政治人物被警方传召面对刑事调查，其实我们就不得不问说，言论自由真的还存在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言论的场域跟空间当中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马青彭亨州的团长黄绍敏来到节目当中。他可以算是在最近的新闻版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遭遇很值得让我们来深思，就是说因为公开质疑政府收集用户手机资料的一个政治工作者，他现在呢站上了这个风口浪尖啊。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为什么他要来选择发声，特别是在现在可能言论空间可能我们感觉到很像是逐渐收窄的时候，是什么让他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做这件事情？那么他在前阵子呢面对警察录口供，他到底是经历了一个怎么样子的压力？他又如何来看待说我们今天马来西亚的言论空间是不是收窄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探讨的课题。那请你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如果你认同我们今天分享这个课题的话呢，你将这个影片分享出去。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绍敏，欢迎你。你好，能杰。是，那我想今天，请你到节目当中，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了解哦，特别是这几天，我相信你也受到不少的压力，特别是你在你身体还觉得就是身体抱恙的这个情况底下，还要去接受警方的这个录口供跟问话哦。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先请教你的，就是说，特别我们感觉到可能最近整个的言论空间很像被收窄的这样的情况底下，那身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工作者，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你觉得说，你还是想要透过影片的方式来质疑政府这个电讯公司来索取用户资料的这个课题呢？其实一开始呢，我们开始知道这个 MPD 就是 Mobile Phone Data 这个问题呢，是在南华早报，就是 South Morning China Post。那当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怎么可能呢？政府怎么可能可以这样任意的来拿取我们的那个隐私资料呢？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些verification。那后来就是 The Edge Malaysia。那当 The Edge Malaysia 开始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手上已经开始收集到不少的资料。当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及时出声，没有及时制止的话，那当它成真的时候呢，就已经太迟了。那作为一个从政者，我觉得就算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易为啊，
我们也有这个责任还有义务去把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情给发生出来，给全部人知道。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知情权，还有发问权。那其实我有看到说，通讯部他们有提出解释啊，他们说其实这些资料都已经去除了一些敏感的资料了。这样子的解释，你觉得它足够吗？其实一开始呢，这个事情啊被爆出来过后呢，政府才出来说啊，的确有这个事情啊，他已经脱敏处理了。但是我们质疑的是，第一，你是以什么标准来脱敏处理？第二，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的期刊，他已经有做过这个检验试验，就是已经证实了，只要可以掌控4个匿名的数据点，它就可以还原那一个人的这个身份。那对于个人隐私还有个人安全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更夸张的是，一个涉及全国人民这么庞大的计划，你竟然可以偷偷去进行，是不是代表如果今天没有媒体爆发出来，那你是不是就是已经悄悄的去做了这个事情呢？而且你刚才有提到说，你在你的短影片当中，你所提出来的这一些论述或者是资料，是已经有媒体披露过的，包括像是 The Age 或者是南华早报他们曾经报道过的内容啊。所以其实被警方传召录口供这件事情，是你应该是就是在制作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的吧？的确是。自从这个 MyKios 这个事件啊，当时候这个地方部长他曾经威胁过，还要对付这些 TikToker 等等的。那当时候我们开始有一点心理准备。那到后来就是这个 MPD， 那我们每一次都是扣这些已经公开的资料，还有就是政府的回应。那其实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那个可能性会被调查。所以当我们接到这个警方的电话的时候啊，其实我是蛮意外的啦。意外可能也不意外，因为其实现在自从我们看到这个尼可敏他说要用通讯法233来对付 TikTok 的时候，其实很多创作者们都在讨论说，这个是不是要来制造一个寒蝉效应？但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哦。但是基于可能调查不公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或许你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当天问话的时候问了你什么啊？但是你在身体抱恙的情况底下，然后又被警方传召问话，我相信一般人在心情上面应该都会觉得蛮有压力的。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在我收到电话的时候，其实我本人还在吊这个止痛药啦。那当时我还在一片混沌里面。那当我回过神来，我就马上联系了这个马华总会长，还有一些领导层。那当时候其实说没有压力，那是骗人的啦。尤其是前一晚啊，我也和一些律师朋友见面，和他们了解最糟糕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然后他们也给我看了比如说扣留所的这个情况啊等等的。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时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那当时候我也有这个心理准备。那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被扣留了。在踏进这个布克亚曼的那一刻啊，我其实是很紧张，也脑袋其实也是蛮空白的啦。但是我也跟我自己说，既然我是在讲真话，那我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怕。而且我身后有着很大的支持力量，尤其是来自网民的。我相信一般人在面对这件事情上，肯定都会觉得蛮有压力的啊。虽然您自己也是这个政治工作者，但是任何人要被传召进去警察局被问话，这个其实那种无形的压力，我相信是很难以形容的，除非你自己亲身去经历过啊。但是为什么我
在不管是政治工作者或者是媒体工作者，现在我们看到当这样子的案例层出不穷的时候，它究竟背后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说，因为您这一次被援引的是刑事法典505B 跟这个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呢，这个233条文其实之前就被视为是恶法哦。那么在西蒙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也承诺说要把恶法给这个去除啊。其实你自己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是这些法律条文太过宽泛了一些，而且它很容易被滥用呢？其实与其说是宽泛，不如我们直接说它的的确确是一个恶法。那在这个新旧法令233被修正之前，它的用词是 jelek， 就是邪恶。那他们修改为 jelek melampau， 极度邪恶。那原本jelek 这个诠释它就非常的模糊。那到现在呢，它更加是加大这个力度，变成 jelek melampau。那其实它就很容易变成执政者手中一把利剑。那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能杰你的节目不能再说真话，不能再提出质疑，那这个事情，这个网络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今天政府的猫腻没有人敢再问，不公不义的事情没有人敢再提，就因为这些恶法的存在，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国家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而且在去年这个法案二读总结的时候，通讯部长发密他说233条文没有废除，因为是要防止一些人滥用网络，在这个网络上商业目的，比如说贩卖色情或者娈童癖的内容。那请问一下，今天我问政是商业目的吗？所以我也觉得其实政府应该要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呢，他应该去反思到底他的这个内容，他的这个政策出现什么问题。与其说你去要提控人家不当使用网络或者制造恐慌，那你不如去看一下你是不是你的这个政策制造恐慌呢，而不是人家的这个视频制造恐慌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这些法条它里面的字眼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其实当你一个法条它过度模糊，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来制定一个法律，这是我看到一个社运分子张玉山他提出的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法条说如果你衣衫不整那就要被罚的话，那是不是要清楚定义衣衫不整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的眼里，其实衣衫不整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你说melampau jelek， 那它的定义又是什么？是不是要说清楚呢？是的，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条文模糊不清所以有一些人他就趁机用这个条文来做打压。我们看一下我不是第一个被用233条文对付的这个人在我去录口供同一天早上9点这个Muda不去汪社的这个州议员 YB Amira， 他也因为出席这个集会他被援引刑事法典504还有就是233来对付。那请问一下，这个 jelek melampau 到底是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当局也没有出来说明所以公众对于这个233条文，我觉得需要多一点了解。我也看过很多这个公众被用这个233条文来对付，那当时候对我来说它是有点遥远的。但是今天当我被援引这个条文对付过后呢，我就本身去深入去看这些条文到底讲的是什么。那我就发现它里面存在太多漏洞了，漏洞多到谁是执政者，谁是掌权者，他就有办法使用这个恶法来对付和他不一样意见的人。那我们也要回想一下这个现在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他当年也在233
条文底下被调查呀。那为什么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情？作为曾经的受害者，他为什么还是选择静静呢？今天我看到这个 The Star 的这个新闻啊，不管是巫统或者 Muda Bersatu 等等这些跨党派的这个青年团，他们也出来声援这件事情。他们也说我们必须要捍卫问政和言论自由。那你作为这个其中一个掌权者，你是不是也应该出来说明一下呢？而且我觉得执政者他要，或者是掌权者他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你今天掌权，但下一次大选之后，你是否依然掌权呢？那如果不废除恶法的话，这个恶法它会不会像是一个这个业力的回旋镖，有一天它就会打到你呢？这个我觉得也是执政者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你现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还有公权力的介入啊，但是你今天依然选择来上我们的节目继续的发声，因为我在邀请你的时候，我也在担心说你会不会答应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录影啊，但是你今天还是来了，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你要持续的发声呢？其实在这个事情爆发过后呢，我自己也思考了很多，到底我还要继续吗？到底我要退缩吗？等等等等的问题。但是当我回看我这一年来问政的这个路，尤其是这件事情爆发开来过后呢，其实我收到很多这个电话，还有这些留言啊，他们都在鼓励我要继续往前。那他们也说，其实他们也很想说，但是他们害怕被请去喝咖啡或者请去吃咖喱饭。那作为一个从政者，虽然今天我们不是内阁里面，或者我们自己本身不是议员，那也不能说要等我掌权过后我才来说出这些东西。所以思来想去啊，我觉得既然是真理，既然是讲真话，那也不需要再害怕。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言论空间正在被收窄当中？我相信经过这件事情，还有平常你一路以来的观察，你觉得真的我们的言论空间越来越窄吗？其实的确是啊，我先不说民间的言论自由了，我先说网络上的言论自由。那在我问政一年啊，我以视频的方式来问政，那其中呢，我有12条这个视频就被悄悄的移除，也没有任何理由。那甚至有一些被灭口，我们说被灭口，就是你整个户口被消灭掉，一夜之间哦。那请问一下，政府到底在怕什么呢？政府说不关我们事，那请问一下，怎么样消失呢？有一些甚至是我们要换 VPN， 或者他去到泰国，他去到菲律宾，他还看，我还看到这个视频那到底是什么视频是危险到马来西亚看不到呢？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相信现在其实对于团结政府的批评声浪当中呢，其中一个就是有人认为说，包括像是民主行动党成为政府的一份子之后呢，有人就说他们在这个言论自由的课题上面跟当初宣称的改革是有出入的，包括他们当初说要废除这通讯法233，我们之前有聊到啊，但是现在换了位置，很像就换了脑袋。之前其实我在访问张念群的时候，他有说，其实他们修改233，其实就是希望让那个定义变得更加的清楚一些。但是我们刚才有聊到，这定义好像也没有变得比较清楚啊。所以你觉得说，现在一般民众对于像民主行动党或者是对于整个新盟政府，他们会批评说是进进党啊，或者是说他们已经忘记了改革的初衷。你觉得这样子的批评公平吗？其实这个批评啊，也不需要我们说，他们已经做到给我们看了。那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面倒的广泛批评声浪。当时候在野的时候啊，批评了最大声，说捍卫言论自由啊，民主已死啊等等。尤其是2018年这个假新闻法令被推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候的这个反应还有言论是多么的激烈。那到了今天，你已经掌握这个修法
的这个权利。那为什么你不要做呢？为什么你反而要去强化这个法令？你是不是要有一个这个工具来对付和你不一样政见的这个人呢？包括不只是政治人物哦，也包括公众哦。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阿里法曼，他这个就因为要呼吁调查这个某个政治人物，那他就被对付了。那这个 Lim Sen Si， 我们都可以看到嘛，他时常有爆料，有很多资料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他的户口也可以一夜之间被移除。那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民主行动党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他们在其他事情就一直出来洗地，一直出来捍卫这个政府。我明白你在政府里面你要捍卫政府，那同时你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你也应该要记得你的初衷，尤其是没有入阁的火箭后座议员。那既然你火箭后座议员没有去发挥你的这个角色，那马华今天是支持团结政府原则上，那因为我们没有在内阁里面，那我们的角色也是政府后座议员。那在民主国家里面啊，这个 backbenchers 后座议员是有义务、有责任，也有这个权利去监督政府的政策，那也要对于这个政策发声，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你们被批评说你们是这个马华是政府的其中一员，然后不应该诸多的批评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很像是在破坏政府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偷换概念？是的，是的，我们支持这个团结政府，不代表我们要静静哦。我们看到不对劲的政策啊，我们不可能静静的呀。我们作为后座议员一份子，那我们也想要这个政府可以走得远，可以执政到这个任期结束为止。那我们也想要国家越来越好。那我们看到不对的东西，我们肯定要出声的啊。好，那既然我们是媒体嘛，所以我想今天你来这边，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要代替我们的观众来问你啊。那包括了我们的观众，他们可能也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就是说马华上上下下，包括从总会长一直到我们看到君儿都出马为您来提供这个法律支援啊。那或许有人就会认为说，因为你有这个政党的背景嘛，所以才有这样子庞大的资源来支援你。那么马华在未来如果包括像比如说我如果出事的话，或者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出事的话，其实马华会不会用同样的规格来保护这个受到这个政府的或者是警方骚扰或者是打压的人呢？我觉得今天马华保护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捍卫的原则还有真相。那今天是我，明天可能是别人，只要是捍卫公义，而且是有根有据啦，不要就是 baseless 这样来毫无根据的或者胡说八道的。对对对，只要是有根有据的捍卫公义而被打压的人，我相信马华也一样会挺出来保护这个人，因为这些代表的是我们公众的知情权，我们的发问权，还有我们质疑的权利。所以一旦这些权益被侵蚀的话，我想就算我们可以保护自己，那我们的后面的身后的民众呢？所以我相信马华总会长也一样会保护这些人。其实我相信在经过一系列的这些事件之后呢，大家或许会开始自我审查，包括了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呢，它就很像是在问说你会不会开始自我审查因为我相信你在经过警方的问话之后，你可能也会思考说，我这个影片如果从头再来一遍的话，我会不会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它？但是当你这么问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自我审查了？这其实蛮矛盾的，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来呈现？这可能也是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你认为呢？坦白说啊，我是没有想过，如果我重新再来的话，
我要不要换一个方式？就算给我重新再来，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发问、去质问。那今天这个政策只是冰山一角，这个代表政府啊，其实可能已经悄悄做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作为从政者都开始自我审查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敢讲话的人真的不多。但是我会更加谨慎自己，警惕自己，以后啊这些 facts and figures 要多检查几遍，对。那但是呈现方式我还是会一样，是，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很多的影片的呈现上面是根据传统媒体或者说目前媒体已经披露的资讯的话，理应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那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原本报道的媒体也应该要受到对付呢？那如果原本的媒体没有受到对付，而是引用的人被对付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也不太说得过去啊。但是无论如何啊，除了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些状况之外，也有一些的评论是支持你的，但是也有一些评论会指责您说你是在炒作啊，会是在帮自己去捞取一些政治资本，你会怎么样子来回应这些质问？其实啊，我不想红啦，我也不需要靠这个来红。但是如果炒作可以让这个事情更多人知道，还有质问的话，我想我也愿意担下这个罪名。但是如果今天大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或者我没有犯错啊，就给他啦，这个已经打开一个缺口了。这个就代表我们认可这个政府先做了，然后被爆出来才说对，我有做。那长此以往啊，今天是你的隐私资料，那明天呢？后天呢？那这个在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有国会的一个民主制度来说，这个是不应该也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跨越这个政党立场啊，这个已经不是说谁是政府，谁是反对党，谁是什么政党，或者你我的政治立场相不相同的问题了。这个是跨越所有东西，跨越族群，跨越政治立场，跨越宗教的一个国家议题。今天涉及的是公众利益，而今天我所捍卫的是我们公众的知情权，还有我们的隐私权。所以我觉得先跳脱我的政党立场，来看一看这个事情它的这个根本逻辑在哪里。就是你所质问的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不是真有根据的？那如果是有根据的话，其实就不应该看说这个问话的人或者提出这个质问的人他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啊？那你说到知情权以及公众的隐私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最近我有关注到2024年网络安全法啊，那我在中文媒体里面其实讨论的比较少，但是我听到我们的姐妹台BFM Radio 的 Morning Run 他们有做一个这样子的访问，是关于这个网络安全法啊，这个是在去年通过的一个法令，那现在它也即将快要这个颁布宪报要来上路了啊。那就有学者担心说，这个法条会不会太过模糊不清？也给通讯部 MCMC 太多的权利啊，甚至不用搜查令就可以要求人民交出他的手机以及电脑以及他的网络的使用的数据啊。你会不会担心说，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是一种的扩权，然后也会进一步的限缩言论自由呢？这个网络安全法就像其他法令一样 ，on paper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来到某些执法者或者执政者的手上，它会不会被滥用？尤其是它的这个有些 definition 是蛮模糊的，比如说这个关键设施包括什么？是包括 telco 吗？当有一天这个政府他把法令里面的关键设施也纳入，也把这个 telco 纳入的话，那就代表说他们不需要搜查令，不需要停令，不需要国会批准，
就可以 access 我们的资料了。我所呼吁的从这些模糊的地方呢，去把它弄清晰，这个第一。第二，好像这个 MCMC 这些 agency， 我建议把这个 MCMC 从部门分出来，变成一个直接对国会负责，并且是完全第三方组成的这个监管的这个单位。比如说这个新加坡也有这个网络安全法，那他们呢，他的这个权力没有我们这样高度集中的而且他们是有这个问责的制度。这个英国也有相关的这个法案，那他们是更加的分权，而且他们有这个信息专员，信息安全专员 something like that ombudsman， 他们也需要回答国会。那我们这里是什么？网络安全法，它这个监管单位，它不需要回答国会它也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制度告诉我们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进行的。你今天说我们因为国安理由不能披露给公众，那你要给我们信心啊。今天不是我们相不相信 MCMC， 而是我们想要在制度上保护 MCMC， 不要让它变成某一些执政者的这个工具。所以如果今天其实我很希望有这个议员可以提出把 MCMC 分出来，变成一个比如说像欧盟这样子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它就是一个完全不受这个政党干扰的这个独立的一个机构。对，独立的一个机构。那他怎么样去拿我们资料，怎么去运用我们资料，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法令来指出，还有一个第三方单位来监管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信心才会比较大。对，而且我相信在制定法令的时候呢，它里面的定义要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之外，其实我相信执政者他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今天如果这些法令被视为恶法的时候，是不是要去检讨？而且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所有的政党都有可能有政党轮替的可能，那你有一天也有在野的可能。当你今天制定一个法律它模糊不清的时候，改天当别人在朝的时候，他会不会也拿这个法令来对付你呢？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欠缺这方面的思考都是我们要提出的这些疑问。好，那今天最后，其实你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怎么样子的计划吗？或者是说在问责方面，你还会继续关心哪一些课题呢？接下来我会继续关心这个 MPD， 也包括我想要推动更多人知道233是什么。也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 MCMC 应该从部门分出来，作为一个第三方的监管单位。那这个网络的使用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的趋势，但是怎么样善用网络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也要防止政府的滥权。那接下来我还是会针对尤其这个课题还有其他不同的议题继续去问责。那我是不知道接下来我会发生什么事情啦，但是我们就等待警方的这个结果。如果今天因为我的发问而被提控其实我比较担心是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这个走向。当然我在这边最后也希望祝福你可以度过这一次的难关。那今天非常感谢马青彭亨州的团长黄绍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谢谢。那不晓得对于今天的这一段对话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这一场对话你觉得很有意义的话呢，也请你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